大家看，这些都是我去写生的时候拍的照片啊，很多，这有非常密的，非常多的，也有一些藤啊，还有这种小局部，各种都有。但是我们得到这个资料以后，得到这个拍的图片资料以后，我们怎么去创作啊？怎么去把它变成作品啊？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转化，自己去经营啊。比如说这一串就不错啊，这一串跟其他的构图又不同啊。比如说这一串就不错，我们可以把这一串画到我们这个四条屏里面，跟前面画的2张不一样。我们用这一串画一下啊。用到的颜色还是昨晚上调出来的颜色我还没有洗掉，是一样的颜色。我们用这几串紫藤来画一下，在这个4条屏里面啊，我们把这里画一排下来，这个地方画出长形的一排啊。昨天2张都是比较靠上的，我们今天画一个长形。参考图片啊，画出这个长形。那么我们画的时候要比这个真实图片上面的还要夸张，把它变得更密。因为这张是长形的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会故意把这个形状啊，把它偏长，把它拉长啊。所以我们画4张纸藤，我们尽量让它们的位置啊、形状都有不同。但是我们画的用笔、色彩基本上是相似的，让它在统一中有变化啊。这个镜头是不是要侧一点？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长形的啊，把这里形成一个排列。
画这几串纸条的时候，我就是故意的把它排得非常整齐啊。因为我们看的图片它本来就比较整齐，刚好我们画了这个4条屏4张加在一起，我们也需要不同的这个摆放的位置，还有这个构图的形状，那我们把它变得更加的突出啊，整齐就让它更整齐。大家看这个，特别像这种很小的跳出来的这一点点，像这种就是我们要去表现的变化。突然间有来一个跳出来的，然后这里又掉了一只很长的。这里很整齐，然后跳跃一下。趁着湿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太白去撞一下。
啊，然后再用藤黄再撞一下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，通过图片的参考，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增加一些大小不同的搭配啊。比如说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搭配一些小的，把这个花都聚集在左边啊。现在搭配的是我们自己去经营的，因为这里很密，这里我们就让它松一点。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零散的啊，比如说下面我们再画一组更松的。这样一大组就出来了。那么刚才我们说的，从这里长一只出来，这一只感觉太突然了啊，我们把它变成一串吧。等一下我们再去跳一小只出来，把这种状态表现一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像昨晚上说到的，一个是看图片，一个是看结构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看我们的画面，我们怎么去安排它，怎么去经营摆放，怎样才舒服啊？随时我们都可以去调整。那么这一张，这个一大串画出来，我们上面也要增加一点。调整一下手机啊。我们把这里加一串啊，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多和少。这一大组是很多的，上面是比较少的。
然后这个少的这一组，它还有更小的。然后用钛白去撞一下这个花的，撞色、撞钛白、撞藤黄是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撞色，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花的摆放啊，怎么经营，怎么摆放，还有叶子怎么增加，枝干怎么搭配，后面的那些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串紫藤，谁都可以画出来，问题是怎么加叶，怎么加藤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我们就注意摆放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画出这几串，我们先把它，用枝干，用小嫩叶先整理一下啊，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增加藤还有再去增加花，那是后面的事情，我们先把它接起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增加一下这个枝干啊，先把它串起来。其实这个紫藤它这个枝干的特点是一样的，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其实只要把一串紫藤画好了，画另外一串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形状、大小、颜色不同而已。但是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关键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搭配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特别是我们买了我们紫藤课的家人们啊，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的这些家人们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包括在点评作业，我一直也在强调，最关键的是这些关系，而不是这个颜色。你可以把它画成红色的可以，你可以把它画成黑色的行。问题是怎么摆放，怎么搭配啊？其实我画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在讲他们的对比，他们的胖瘦多少，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去听，不会去记，老是去记我画的颜色。昨天晚上我也讲了，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太次要了，你蓝一点红一点没有关系啊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些它们的组合、疏密、浓淡干湿主次对比，这些才是我们学的知识。颜色什么颜色，那个不是知识，那个只是知道我是怎么用什么颜色而已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大家不要关注我用什么颜色，应该关注我怎么摆放，多问这些问题，我回答给大家，可能会大家的收获会更多。因为颜色它不那么重要啊。以前我学习的时候，我也很在注重这个颜色，老师用什么颜色啊，用什么纸啊，才能出这个效果啊？不一定啊。我不用这个纸，我能出另外一个效果，那不更好？也可以的，没关系。
最重要的是怎么去搭配啊。好，然后我们用藤黄加胭脂把它接起来。我们现在画花的时候，就是注意花的，这个花的组合分组，还有花的大小分组，花的胖瘦长短搭配。不管怎么搭配，我们不能出现太多组。一张画一般出现三个大的组就可以了，大中小就可以了。然后其他的零零散散的那些小的组，它不影响画面，因为它比较小，它左右不了画面，所以大的关系就是大中小就行了，没有那么复杂啊。因为画到后面可能就看不清楚了，可能大中小啊，大里面又有小，小的里面又有大，好像感觉好丰富一样，其实就是3组就解决问题，剩下的就是配衬、点缀、增加、丰富，可有可无，没有也行啊。侧一点。因为我学画跟过的老师非常多啊，所以学来学去，学到后面我就会有一种总结嘛，归纳总结啊，讲的是五花八门，天花乱坠，其实也就那些东西，没有那么复杂。那当然是画到什么程度，那就很复杂了啊。那个学不来，也教不会，只能靠自己去修。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时间不一样，审美也不同，方方面面啊。但那些方方面面的东西都是左左右右在摆动，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说的基础。其实基础就是这些最简单的了啊，最简单的说的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画面要讲关系，那么关系2个字，其实也就是对比2个字啊，如何去对比，如何去产生矛盾，然后又解决矛盾的过程。对比谁都知道，看怎么去用。对，可以学习各种老师的画法，各种老师的处理方法，但是一定要保留自己喜欢的一种表现手法，不要轻易去变，变来变去，变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画。什么方法好像也会一点，其实会一点不行啊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才行。好，这个花是没有叶子，这个叶子已经还没长出来，都是小嫩芽啊！大家看这些，都是这些小嫩芽。
我们可以给它增加啊，给它补充。那么我们画的叶子就要有短的，肯定要有长的啊，这是不变的规律。那么我不管怎么画，这里它就是一组，这是一组啊。然后我在旁边再画一组的时候，我会跟这一组对比。比如说这里我再画一组，我会跟它对比。我只要跟它的大小不同啊，这样画两组。其实我这一组画这一组的时候，我会看它，我不会超过它。如果要超过它，那就干脆比它多一点啊，比它多一点，它的变化就强了。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，一定要看前面已经出现的这个形状，来决定我们后面画的形状。所以这个是很多，特别是初学的啊，好像这一组我想画多一点，另外一组好像我也想把它画多一点，但是你没有看你前面出现的那一组它的大小。其实这个又不难，你只要去看一眼就行了。你去看一眼前面出现的那一组，其实我们花的时间可能也就是1-2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看到。比如说我画这一组，我就看一眼它就行了，我不比它大就行了嘛，或者我就比它大就行了，不要和它一样就可以。所以在绘画的这个过程中，它就会不断的去对比。那如果我在这里继续画一串的时候，那我跟前面这2串也不同，我把这一串画得很松啊，这个叶子和它们是不是区别大了？因为刚才我看了一眼啊，这个是不是跟它们区别很大？这一组和这一组和这一组啊，不管哪一组先出现都没关系，只要我们画的时候去看一眼。如果你没去看，你没去对比，很可能你画出来就雷同重复。对的啊，如果你有这个思路的话，你绝对不会对的。你就多看一眼嘛，也就花1-2秒钟时间。像我画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我画的快的时候，我看都不用看，因为我前面画的那一组我知道是什么样。所以这种，只要你把这种对比关系加在你的意识里，它绝对不会雷同，而且它会出现对比，出现节奏，又出现疏密俱散啊。像我们经常说的一通百通的意思就是，只要你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另外一个问题它也解决了。如果你这个问题没解决，它们雷同了，那么下面你画的浓淡有可能也会雷同，那么下面你再画的虚实聚散有可能也会雷同。如果我画3组叶子我都能注意到它的大中小，那我画浓淡的时候肯定也会有浓淡关系，画疏密的时候肯定也会有疏密关系。所以这个是一通百通。如果这一个关系你不知道，下个关系你肯定也不知道啊。知道没做到也等于没知道。好，这一章我们就先画到这啊。